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险胜古妖后，轩儿担忧的同时，眼中满是怒火。在萧炎的安抚下，他才进入场中，开始他的成人仪式。广场上，新换的主持人通玄长老看到轩儿冰冷的神情，忍不住苦笑。以轩儿的优秀和在古族的地位，不管是谁去挑战萧炎，都是不奇怪的。好在这次萧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日后应该不会再有不长眼的人去招惹他了。通玄长老手掌一招，星盘出现在他面前。轩儿玉手轻触星盘，眼眸微闭，随着9颗星辰浮现，广场中的人全都深吸了一口凉气。在通玄长老狂喜的目光中，轩儿的玉手一颤，手臂瞬间变得透明，他血管中的血液飞速流动，一点点金色光斑会向他的玉手上，最后轩儿整条手臂变得如同黄金所铸，而星盘也悄然浮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纹。当一点金黄荧光浮现时，这片天地突然寂静。第10颗星辰出现的刹那，星盘砰的一声爆开，一道金黄色光柱从轩儿手上爆射天际，一股强横的威压弥漫，众多古族之人噗的一声跪伏在地。10星代表着神品血脉，要知道古族可是千年未曾出现过神品血脉。通玄长老冷静下来后，双手恭敬地在虚空一握，古族千年未曾动用的七彩天地笔出现，伴随着七彩族纹一笔一画的浮现，通玄长老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体内的斗气如同潮水一般飞快流逝。等最后一笔落下时，通玄长老已经出了一头的汗。轩儿睁开眼的刹那，额头上的七彩族纹爆发出强烈的七彩光芒，顿时又有不少实力强悍的古族人满脸狂热的跪伏而下。轩儿的成人仪式结束后，萧炎就带着小医仙他们离开了。见萧炎离开，轩儿当下也不想多待，在众目睽睽之下连忙追上萧炎。通玄长老无奈摇头，觉得古族除了神品血脉也不行，还是萧族强，啥也没干就得到了一个拥有神品血脉的媳妇。广场的角落里，魂族的人盯着轩儿远去的背影，神品血脉将会是魂族的大敌，说不定还会对魂族的计划产生干扰，看来他们得暗中找个机会将轩儿给除了。古族大殿中，通玄长老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全场，接下来他们要商讨的就是天幕开启的事。进入天幕的名额一共只有16个，远古8族，每族2个。这次灵族没有人前来，按照规矩，古族可以使用这2个名额，但古族安排好进入天幕的有6个人。古谦说萧族的名额一直都是古族使用的，加上那2个刚刚好，可这次萧族来了一个萧炎。古山说萧族已经衰败，早已不在远古种族之列，排除他们无可厚非。古山的话得到了一些长老的支持，但通玄长老的眉头却皱了起来。果然，紧闭的大门砰的一声被震开，门口的护卫正准备怒喝，便在一阵七彩光芒的照射下跪了下去。七彩光芒将大殿中所有长老笼罩。轩儿清冷的声音响起，他斥责古山，古族从萧族离开中州后，一直占据着他们的名额。如今萧族终于有人来到这里，他却连1个名额都不肯归还，未免做得太过分了。通玄长老无奈叹气，瞥了一眼脸色难看的古山等人，让他先将族纹收起来。轩儿眉心处的七彩族纹减弱，他的眼中跳动着怒火，走到会议桌旁。古山沉着脸说，轩儿做事应该多为古族着想，但名额这件事，古族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甚至算是他们成了萧族一份情。现在萧族的人来了，古山不仅不归还别人的名额，还想将人彻底排除在外，这种事怕是有点良心的人都做不出来。古谦立刻说，轩儿乱闯长老议事的地方，已经坏了古族的规矩。轩儿也不给古谦面子，直接质问古谦，莫非是将七彩族纹的权利忘记了不成？按照古族的规矩，拥有七彩族纹的族人地位能够超越绝大部分的长老。通玄长老开口让他们别吵了，将萧炎排除在外的确有些过分。古族占了萧族这么多年的名额，如今也该略作交还。而且萧族只有萧炎1人，古族还有5个名额，已经很不错了。古山等人都很是不满，但轩儿如今拥有神品血脉，他们就算有异议也不好再说什么。轩儿离开之后，古山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说，天幕中还有萧玄的幕府，那里古族至今没有人进入过。
通玄长老眉头一皱，让他们不要打萧玄幕府的心思。以萧玄当年通天的手段，若是他不想让其他人进入的话，就算是古族族长出手，成功率也不会超过50%。闻言，其他长老才终于闭嘴。等所有长老离开大殿后，通玄长老也知道了族中那些眼光高得离谱的老家伙对萧炎的未来十分看好。至于那枚驼舍骨地狱，他们也让通玄长老不用担心，都会处理好的。深夜，萧炎正任由焚诀自动运转，吸收天地间的精纯能量。突然，一道身影在他前方负手而立。萧炎眼中涌现一抹骇然，他感觉不到这个人的半点气息。那个人所处的空间就像并不存在一般，但却又真实存在。萧炎对着身影拱手，恭敬地说：“晚辈萧炎，入行至此，若有惊扰之处，还望前辈见谅。”萧炎正准备后退时，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就是专门在这里等着萧炎的。等萧炎回过神时，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山顶之上。萧炎咽了一下口水，面前这个人是他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恐怖的人。听出这个人和先祖萧玄有点关系，萧炎恭敬地询问他的名讳。那道人影转过身，看上去如同一个普通的中年人。他笑着介绍道自己是薰儿的父亲。萧炎顿时愣了，他听薰儿说过，他的父亲是古族的族长来着。现在这位斗气大陆最顶尖的人物之一，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等萧炎从震惊中回过神后，中年人说自己名为古元。说起来，萧炎当年出生的时候，他们便见过，只不过当时没人知道他的身份罢了。古元来此，为的就是萧炎和薰儿之间的事，但与萧炎想象的拆散他们两个不同，只要薰儿愿意，古元这个做父亲的不会勉强他。虽然萧炎和古族年轻一辈的巅峰还有些差距，但也算合格。萧炎眼中涌现一抹喜色，高兴的连忙多谢古元。古元让他别急着谢，虽然他不会阻拦，但古族的一些长老和更老的存在对萧炎还是有些芥蒂。毕竟薰儿是古族近千年未曾出现过的神品血脉，他们不乐意薰儿的血脉因为萧炎的存在而变得不完美，所以萧炎要面临的阻拦并不轻松。古元对萧炎并没有太多不满，但若是早知道会有现在的结局，当年他说什么也不会将薰儿送到萧家。不仅驼舍骨地狱没到手，他还赔了个女儿进去，真的是亏大了。古元表示自己不会插手萧炎和薰儿的事，但萧炎也要答应他一些事情。他要萧炎在薰儿未曾达到斗圣之前，让他保持完璧之身。萧炎有些尴尬，没想到古元会提这种奇葩的要求，难道他看起来像是很急色的人不成？古元也尴尬的忍不住咳了一声，主要是薰儿体内的血脉如今还不稳定，而萧炎又不是古族的人，行男女之事的话会有损薰儿体内的血脉。不过这件事只是古元顺便提醒萧炎的，这次找上萧炎为的还是萧炎身上的驼舍骨地狱。驼舍骨地是斗气大陆最后一位斗帝，相传在他陨落时遗留下了一座斗帝遗迹，其中有着突破到斗帝的秘密。远古八族和一些中州的超级势力爆发过大战，最终得到了遗迹的钥匙，钥匙分为8块，远古八族每族都拥有1块。古元告诉萧炎，当初魂族之所以抓萧战，为的就是萧族的驼舍骨地狱。魂族一直是远古八族中最诡异神秘的种族，当年古族和萧族联手和他们大战过一次，最终各有损伤。后来萧玄成为萧族族长，原本有机会重创魂族，却被魂族率先纠结众多强者围杀。最后萧玄陨落，萧族一蹶不振，失去了萧族这份助力，古族也没有勇气单独对魂族宣战，毕竟若是两败俱伤，一定会让其他势力趁虚而入。这些年魂族再次蠢蠢欲动，若是让他们得到驼舍骨地狱，必定会实力暴涨，从而打破平衡。萧炎微微点头，心头却闪过弟弟岩浆的画面，不知道那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让驼舍骨地狱有所反应。难道岩浆世界的尽头便是斗帝遗迹的隐藏之地？萧炎有种预感，那里的东西必然极其重要。
他回过神后问古元想要怎么样。按照古族那些老家伙的意思，是要萧炎将古玉交给古族保管，但古元觉得萧炎恐怕并不会交出来。驼射古地玉是萧家现在最宝贵的东西，日后真要是到了用它换取萧战的时候，萧炎会毫不犹豫地交换。更何况一旦将古玉交给古族，魂殿怕是会对萧战不利，所以这个筹码一定要握在他自己手上。古元也不意外萧炎的决定，而且过2天便是天幕开启之时，等萧炎从天幕中出来，再来讨论古玉的事吧。萧炎刚想说话，一阵破风声从山脚下传来。看到薰儿火急火燎赶来的样子，古元无奈一笑，果然是女大不中留啊。他让萧炎记住答应自己的事，也好好保护古玉。说完，身形便消散在这片天地。薰儿赶到萧炎面前，一脸的担忧，问他没事吧？萧炎笑着说没事，还说刚刚古元并没有阻拦他们俩之间的事，只是跟他谈了一些和萧族有关的事而已。见薰儿有些诧异，萧炎凑近他耳边说了古元要他答应的事。薰儿一脸的娇羞，说天幕的名额已经搞定了，只要再等2天，他们就可以进入。萧炎知道能顺利拿到进入天幕的名额，薰儿一定出了不少力。望着自己怀中的薰儿，萧炎心头泛起一股温馨。好啦，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